第20章 SCT 比武切磋3滑节计时评分。SCT 是中阶课程评分的测验，是用 SC6 的练习内容，把所有缝合循环的4个动作演练一遍之后，以完成时间及动作精确性来算分。简单来说， SCT 可以将缝合的动作量化，让学员知道自己的程度，还可以随着每日的练习看见自己的进步，而不同的学员之间也可以公平的互相比较。以我个人经验来说，在腹腔镜教学遇到最困难的部分，就是学员认为自己已经懂了，但是有经验的人来看，只是停留在行到意不到的皮毛阶段。SCT 呢，就像是一面照妖镜，看似人人都可以完成3个滑节，但是最后的分数就会天差地远。如此评分，学员才知道哪边还可以改善，才有动力可以每天自我练习。本课程影片会示范我本人的 SCT 以及另外2位学员的 SCT， 用3个影片让各位了解如何来评分。SCT 有10项规则，首先规则1，它的操作内容就是 SC6， 如何操作请见中阶第19章影片。但是为了避免程度不到的学员花太久时间来操作， SCT 必须限时在7分钟之内完成。如果超过7分钟，请点击初阶课程的影片，从手眼协调开始练习吧。规则1是以时间性来评分，并以秒计分，其余的规则是以精确性来评分。每个滑节都有1次持针、1次运针及3圈套圈绑线。如果缝合循环的精确度有错误，就会加上秒数，所以分数越低，代表表现是越好的哦。分数最好的学员，假设2分钟完成，就是120分。如果7分钟完成，并且3个节的每个动作都不确实，分数会高达960分哦。评分方式可以见示范影片。SCT 使用的材料及规则，请见中阶第18章 SC5 课程影片。第一部影片为我本人示范，用的是 Ethicon 的 Vicry CT2 针头，持针器械为 KBox 套组提供的钳子。比较特别的是用视频模式来录影哦。另外2部学员的影片使用 Ethicon 的 Vicry CT1 针头，是用真实手术的器械在肉眼下操作。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仔细看看有哪些错误代表你缝合循环动作不准确，会让你追加秒数的。首先是持针的部分，有没有不正确的架针？在你运针之前，如果你的架针位置没有在针尾后1/3处，夹针角度是锐角，你的针面角度不是朝正上方，这样子该节就会被追加20秒。再来是舞针，是不是用组合1、2、3高效率的来舞针？每次运针之前，有没有先确认路径？入针跟出针手腕有没有转动？套圈绑线的部分有没有良好的甜蜜区？制作甜蜜区的辅助手位置应该在出针点近端2-3公分，高约2-3公分的位置。甜蜜区的宽度也要2-3公分，要垂直朝向转动手。不正确的甜蜜区也应该被追加秒数。另外，顺时钟或逆时钟绕圈应该带入高效率套圈绑线的概念。追短线的时候，如果双手自己卡自己，或者形成尾圈，也应该被追加秒数。以上的动作，我们可以检视手术影片，来看有没有达到要求，但也请学员附上手术垫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手术垫是不是有些微的凹陷，来检视这个结是不是有打紧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结有没有接触到入针的画点以及出针的目标线，来检视入针跟出针的精确度。就由以下的示范影片，让我们来练习评分吧。这部影片是我个人在视频模式下操作 SC6 录制的影片。舞针是用组合1的方式，没有问题，架针位置正确，有确认路径，入针有转动手腕，出针也有转动手腕，在理线之后
左手的辅助手位置正确，也够宽广并且垂直，但是短线在假想线上应该是顺时钟绕圈才是高效率套圈绑线。第二圈与第一圈反向绕圈。至于最后滑结打的松紧，以及是否接触画点以及目标线，就等最后检视手术垫的静态照片再说吧。我们一样以组合一的方式来抓针，双手相对挪移，改变夹针角度之后，正确加针，有确认路径。入针前有转动手腕，出针的时候，左手也是有转动手腕的哦。辅助手的位置正确，够宽广，垂直90度。短线在假想线上随便绕，有双手追线，短线并没有形成尾圈。第三圈应该用逆时针套圈绑线，有2圈绕圈失败，但是有重新拉直甜蜜区，甜蜜区正确，所以不扣分。第3次持针也是以组合一的方式来抓针，架针的位置正确，有确认路径。入针有转动手腕，虽然是以单手运针的方式，用送针的方式，以及单手自己出针，但是只要有转动手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理线之后呢，正确的甜蜜区，但是是低效率的套圈绑线。滑结的部分发生了锁结，但是只要会解锁就可以了，并不造成扣分。最后在第3个套圈绑线顺时钟高效率套圈绑线结束3个滑结。这是好久之前录的，忘了照相了。但是以截图来看，每个结都有紧，并且有接触画点以及目标线。完成时间3分13秒，等于193分，再加上3次错误，总分253。我们来看下一位学员用真实手术器械操作肉眼模式录影的影片吧。他用组合一来抓针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他目前的夹针角度似乎还是锐角，没有到钝角的程度。不过在运针之前，他还是些微调整了角度，达到正确夹针，有确认路径，转动手腕入针。这个退针的动作有点多余，不过就会反映在操作时间的分数上。这位学员继续用单手运针的方式送针，让针尖达到目标线。针尖似乎有点过头了，晚点可以用手术垫照片来确认。在理线之后呢，甜蜜区错误，虽然夹角垂直，但是没有朝向转动手。回过头去看辅助手的位置也不对，也不够宽广。有高效率套圈绑线，虽然滑结不是高效率的滑结，但是这个不扣分的。短线好像留太长了，这样子没有节省线的状况，第3个结可能打不起来。绕第2圈之后呢，手术垫有凹陷，推测结是紧的，所以这个推结的动作似乎是多余的。第3圈的甜蜜区也有问题，太短了。顺时钟套圈有符合高效率套圈绑线，剪线之后第1个滑结就完成了。第2个结的持针一样是用组合一来5针抓针，
这个时候的夹角好像还不对，是锐角，稍微双手互相挪移之后，还是锐角。这个时候似乎推了一下，变成了钝角，是正确架针了。那这位学员稍微理线之后，有确认路径，右手有转动，不过出针的位置好像还不到目标线，所以他退针了。重新正确架针之后，有确认路径，转动右手腕入针，出针的位置好像还不到目标线，所以他又退了一点。又再次重新架针，确认路径，转动手腕，转动的不够，不过至少有，不会扣分。单手5针的方式送针，右手腕充分转动出针，稍微理线之后，拉出了一个宽广的甜蜜区。不过辅助手的位置这个时候跑掉了，顺时针高效率套圈绑线。第2圈是逆时针，不过甜蜜区太小了，拉线的时候短线也拉到，所以锁结，是很轻微的锁结，所以长线一拉，线就推下去了，所以这个解锁的动作似乎有点多余。再来又做了不漂亮的甜蜜区，高效率套圈绑线，但是没抓末端，产生了尾圈。再来剪线之后，完成了第2个滑结。第3次的持针，一样用组合1单手持针的方式，不过没有行云流水，应该是直接轻压组织改变针面角度，轻推组织要改变夹针角度。它这个时候是用双手持针来改变夹针的角度，夹针的角度似乎是锐角。我们来看真正运针前是不是有正确夹针。那它有确认路径之后入针，只不过跟之前一样，它又退针了，似乎就是夹针角度不对，所以路径也不对，所以它再重新的改变夹针角度，只不过才90度，所以一样是不正确架针，有转动手腕入针，送针到了目标线之后，转动手腕出针，稍微理线，又是不正确的甜蜜区。顺时钟套圈绑线之后，要做第3次的滑结了。那这一个第2圈的甜蜜区似乎也不够宽广，辅助手的位置也不对，在逆时针套圈绑线之后，又有一点锁结，拉错线了，拉出针端长线，好像没有很成功，似乎想尝试的用力推下去，但是结还是松的。短线头在假想线左下方，所以是绕错圈了。最后再剪线，完成3个滑结。回顾手术垫，第2个结跟第3个结都没有触碰到目标线，并且第3个结是松的。学员完成时间5分18秒，总共有9次错误，总分为498分。下一位学员以组合1方式5针，没有正确架针，也没有确认路径，运针的时候入针没有转动手腕，弹掉了。那是因为没有正确夹针的关系，所以持针不稳定。针尖尝试要到目标线，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确认路径，所以转动手就会一直容易空转，但是达不到目标线。好，到了目标线之后，出针也没有转动手腕。在理线之后呢，来看看甜蜜区哦。甜蜜区辅助手的位置不正确，没有高效率5针。辅助手的位置现在比较好一点了，但是夹角没有垂直。好，现在造成了锁结，就看它会不会解结。拉动出针端长线做解结的动作，要看推不推得下去。好，推得下去，所以解锁有成功。拉动短线，
打第3个结，甜蜜区又不对了，辅助手的位置也不对，甜蜜区也不够宽广。好，绕好了结之后，是顺时针绕圈绑线，是高效率的套圈绑线。打好了第1个结，再来第2个结，也是组合1的方式来持针。这一次有稍微调教一下，但是还是没有正确架针，而且架针的位置也不对，入针前没有先确认路径。因为没有确认路径，也代表说也没有正确架针，所以出针的位置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线，又退针了。看这次会不会正确架针，还是不到钝角的角度，还是没有正确架针，甚至针的旋面是内旋的。因为没有正确架针的关系，针在器械上滑移，到了目标线之后呢，出针没有转动手腕，理线之后，这次的甜蜜区一样是不够宽广，没有垂直90度，所以不好绕圈。看它有没有重新理好甜蜜区。哦，正好有一个圈圈跑出来，所以就从那圈圈穿入。我没办法算有没有高效率套圈绑线了。现在这个是常见错误，就是甜蜜区没有朝向转动手，所以转动手屈就了这个甜蜜区，还特别在上方绕圈。好，重新制作一个甜蜜区，逆时针绕圈绕进来了。好，打好了第2圈，看有没有办法直接拉线上去，似乎没有，一样是低效率的滑结。那推得下去吗？推得下去，似乎也有推紧。完毕之后呢，看有没有高效率咯，顺时针高效率套圈绑线。如此打好第2个结剪线。第3次持针一样是组合1，这一次也是没有正确架针，有一点内旋，而且夹针角度也不对。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也没有确认路径，所以始终是没有办法往目标线前进。因为没有正确架针，持针也不稳定，针一直弹掉，所以这位学员怎么克服呢？他又退针了，看有没有正确架针，还是没有正确架针。可能规则不是很熟悉，他想要从别的结进去。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手术店偏左方的时候，其实是入针出针比较困难、运针困难的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正确架针、要确认路径的原因了。那看他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节点呢？还是不行，所以再退针，再尝试正确架针，还是没有。所以在这个角度下，基本上可以说直接过不去。好，它稍微斜斜的，好让针的针尖到达了目标线。出针之后也没有转动双手。在理线之后呢，甜蜜区似乎是有做出来。好，是顺时钟第1圈，高效率套圈绑线，抓到线尾。好，跑掉了。顺时钟第1圈，这个时候线剩很短了，在绕第2圈的时候，左手应该往针体的方向移动，再抓握，让甜蜜区做得宽广，才不容易一直拉扯到这个第1个结，导致松脱。所以看这个学员第2圈的时候，甜蜜区也没有做好，所以他的甜蜜区也没有朝向转动手，所以转动手一直屈就他。他这时候又换成了顺时针套圈绑线，2个顺时针套圈绑线也是可以打滑结啦，但是很容易锁结，甚至推不下去。好，推到这个地方也没有让结变紧，
没有打紧。好，似乎现在又拉紧，有打紧了。好，甜蜜区的位置也不对，比较偏手术垫的上方。这个时候是顺时针套圈绑线没有错，是高效率的套圈绑线。但是似乎这个结这样仔细看就不够紧，松松的。好，打完第3个结。回顾手术垫第3个结的入针点偏掉了，还有第3个结是松的，所以有2个错误。完成时间6分38秒，有15个错误，所以总分为698分。经过2位学员示范，各位可以发现，前一位学员其实是比较熟练这个课程的学员，后面那一位几乎是刚开始还没上过课程的学员。SCT 可以量化你缝合的能力，让你知道你的程度在哪个地方。你准备好来挑战了吗？跟着我一起苦练吧。